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拆解一个关于重生的故事。这不只是一场天灾，它更是一场对土地、对社群还有对政策的深度压力测试。故事的主角是花莲的马太安。在一次堰塞湖溃坝之后，一大片土地被灰色的泥沙整个覆盖。那我们要谈的就是这片土地如何从一片死寂当中一步一步地找回它的生机。而这整个过程其实很清楚地揭示了灾后重建必须同时面对的3条关键战线。故事我们得从一个人说起，他是邦茶农场的负责人苏秀莲。他花了超过5年的时间，全心投入在台湾原生旱稻的保种工作上。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从最初的几颗种子开始，每天细心呵护，慢慢累积到几万粒的收成，那是5年心血的结晶啊！结果一场洪水瞬间就把这一切给掩埋了，5年的积累，一夜之间就几乎回到了原点。这句话的重量，我想就是这场灾难最真实也最让人心痛的缩影。那我们来看看这场灾难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数据会说话，总共有将近774公顷的农地被淹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相当于好几百个学校操场那么大的良田，就这样被一层厚厚的灰色淤泥整个盖住。这已经不只是农作物损失的问题了，这是整个生产的基础被彻底摧毁。更可怕的是泥沙的量，跟着洪水一起冲下来的泥沙超过600万公吨，这个重量大概等于好几百万台汽车，就这样直接重重地压在土地上，让原本充满生机的田地变成一片无炉生气的灰色沙漠。你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后续的复原工作会如此的艰巨。面对这样毁灭性的打击，要花多久才能复原？农场主人苏秀莲，他给出了一个估计：10年。他认为要让他的土地恢复到灾前那种健康的、可以做有机耕种的状态，最少需要10年的时间。10年，这是一个非常漫长而且沉重的承诺，但也凸显了这场灾难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好了，在理解了灾难的规模之后，我们就来看第一线的反应是什么。这个反应它不是来自政府或什么大型组织，而是来自真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他们发起了由下而上的最直接的草根行动，这就是土地自我疗愈的开端。邦茶农场提出来的核心理念叫做疗愈性农业，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很有意思。它不只是要恢复土壤的物理性质，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关注2个层面的疗愈，一个是生态上的疗愈，另一个是人心的疗愈。透过亲手劳动，看着土地一点一点恢复生机，这个过程本身其实就是对受到创伤的心灵最好的抚慰，对吧？那具体来说，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有一个非常创新的做法，叫做台湾梨甜甜圈计划。他们号召志工，先在一小块土地上把大型的垃圾清掉，然后用最原始的方式，也就是铲子，在已经硬化了泥土上面一圈一圈的挖。重点来了，挖开之后不是马上播种哦，而是先混入大量的稻草、木屑这些有机质，这些东西就有点像是土壤的益生菌，能帮助它重新呼吸，恢复活力。最后再种下色彩鲜艳的台湾原生种藜麦，为这片灰色的土地带来第一抹希望的色彩。在这场危机当中，有些人不只看到了复原，他更看到了转型的契机。像这位农民柯春季，他的想法就非常有远见。他意识到过去那种只依赖种植水稻的单一模式，在极端气候之下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他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带领部落的长辈们转向去种植大豆、小米这些杂粮作物，建立一个更多元、更有韧性的农业经济模式，并且借此打开有机市场的通路。你看，这就是一种把危机变转机的积极思维。草根的力量固然很强大，但面对这么大规模的土壤问题，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需要第2条战线的支援，那就是科学。科学的数据跟专业的知识，为这场艰困的土壤复原战提供了一张精准的作战地图。当时农民们面临最大的技术挑战是一个叫做粉土层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层薄薄的水泥，洪水退去之后，这些非常细的泥沙会在土壤表面形成一个很致密的硬壳。结果就是水渗不进去，空气也进不来，植物的根当然也扎不下去，土壤基本上就处在一个窒息的状态。如果不先打破这一层，后面任何的耕作，说真的都是白费力气。好，那面对这个问题，花莲的农业改良场就提出了一套非常精准的科学处方，也就是3级复原计划。它的核心逻辑很清楚，就是对症下药，根据泥沙的厚度给出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首先，第1级是灾情最轻微的，泥沙深度在10公分以下，这时候关键挑战只是养分流失，所以解法相对单纯，就是补充有机肥来恢复地力。再来是第2级，泥沙深度在10到20公分，这时候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致命的普土层就出现了。光是加肥料没有用，必须先出动大型的生根犁，像动手术一样，把这层硬壳彻底打碎、翻松，然后才能添加有机肥。最后是情况最棘手的第3级，泥沙深度超过20公分，这时候土地不只有严重压实的问题，土壤酸碱值还会因为山上物质被冲刷下来而呈现强碱性，所以处理步骤就更复杂了，得先施用硫磺来中和碱性，降低 pH 值，接着才能进行生根，最后再投入有机肥。你看，这就是科学的力量，非常精准，一步一步来。荣盖厂还提供了几个非常关键的资讯。第一，他们确认了土壤的 pH 值普遍落在 8.3 到 8.5 之间，是强碱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需要用硫磺来调整。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检测之后发现土壤里面没有重金属污染。这个消息真的让所有农民都松了一大口气。除此之外，他们还提供免费的土壤检测服务，并且建议农民先种植像是田菁、萝卜这些绿肥作物来养地，而不是急着去种经济作物。我们继续聊下去，有了来自民间的自救力量和科学的专业指导，看起来复原之路好像已经很明朗了。但其实还有第3条，也是最复杂的一条战线，那就是由上而下的政策系统。因为当灾难的规模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个人完全无法解决的系统性两难。我们先来厘清一下问题的规模。在将近800公顷的受灾农地中，大概可以分成2大类，其中有500多公顷属于一般灾区，也就是泥沙厚度在50公分以下，透过我们前面提到的科学方法是有机会可以复耕的。但是另外有200多公顷，泥沙厚度超过50公分，有些地方甚至高达1层楼，这些土地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耕作了，所以这200多公顷的土地就成了政策决策的焦点。对于这些几乎被宣判死刑的土地，政府提出了2个主要的政策选项。但说真的，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权衡，一个典型的两难困境。我们来拆解一下。第一条路叫做政府架构，白话讲就是政府出钱把地买下来。对地主来说，优点是能很快拿到现金补偿，但是重点来了，这个方案牺牲了谁？是那些租地来耕种的佃农。地主拿了钱，佃农却一夕之间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他们的生计该怎么办？那另一条路呢，叫做农地重划。这个方案是让农民保有土地，然后由政府协助重新规划。听起来很理想，对吧？但它的缺点就是时间。农地重划是一个极度缓慢又复杂的过程，可能要耗上好几年，根本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你看，这就带出了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这片土地的未来到底应该由谁来决定？是拥有所有权的地主吗？还是常年依赖它为生的承租户？或者是从整个国土永续发展角度来思考的政府？这不只是马太鞍的问题，它其实血淋淋地揭示了台湾社会长期以来的一个结。在灾后重建的巨大压力下，个人的财产权、生存的工作权以及整体的公共利益之间那种深刻又难解的矛盾。当然，为了照顾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政府也提出了异地复耕的配套措施，也就是提供公有地，让他们可以优先承租。这个想法的立意很好，但在现实中却是困难重重。
很多农民都反映，这些没合来的土地，要么就是距离原本的家园太远，每天通勤耕作很不方便；要么就是像台糖的土地那样，里面充满了石头，根本不适合耕种。这也显示了一个好的政策利益跟它实际执行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看到了从个人、社群、科学到政府3个不同层次的应对。从这片灰色的泥土当中，我们其实可以提炼出一些非常深刻的关于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在灾后如何展现韧性的课题。我想这次马泰安的经验真的教了我们几件重要的事。第一，面对灾难，最快最直接的反应永远是来自在地的草根力量。第二，光有热情是不够的，科学数据跟专业知识是确保所有行动都有效、不走冤枉路的关键。第三，最高层的政策设计必须要非常灵活，要能够真正回应在地那些复杂的人性需求，而不是纸上谈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场巨大的危机，同时也可以是一个强迫我们重新思考、建立一个更强韧未来的最好机会。故事的最后，我们再回到苏秀莲身上。就在他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一切的时候，他就在仅存的稻田里意外发现了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新旱稻品种。这个发现真的充满了象征意义，它好像在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彻底的毁灭当中，生命依然会自己找到出路，新的可能性依然会萌芽。这份来自土地的意外礼物，我想就是这整起事件最动人的希望。马泰安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地方的灾后记录，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在面对极端气候和复合式灾难时的脆弱，以及我们的潜力。它让我们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问题：当下一次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从这片灰色泥土中学到了足够的智慧？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马泰安洪灾的重建之路展现了一个多层次的社会韧性模型。它始于民间的疗愈性农业自救，由科学数据精准指导复耕，最终则面临保障生计与长远规划的政策两难。这告诉我们，真正的韧性来自于民间、科学与政府3方的有效协力。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